重要是在对的时候打到对的那张牌。我觉得艺术家对于这个身份的反思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艺术做出来一定是给别人看的。其实对我来说，生命最终就是说你度过这个过程而已。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艺术家在别处第8期。本期的嘉宾是一位来自成都，目前在巴黎生活创作的涂鸦艺术家 Fansac。在这次对话中，我们会聊到他最初来到法国的故事，他与涂鸦之间的缘分，以及创作中那些充满浪漫与文化符号的表达。同时也会谈到作为艺术家的日常、信仰与现实的拉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大家能更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位艺术家和他作品背后的精神世界。下面我们欢迎 Fansac。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sac， 我来自中国四川成都，然后我08年来到巴黎从事这个街头艺术，来到这边留学，然后从此就一直在中国跟法国两边一起共同从事这个艺术创作。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艺术。最开始从事那个艺术创作的时候是做涂鸦的东西很多的，graffiti。所以呢，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我是受这个文化影响很多的。但是呢，我自己的艺术创作现阶段或者是在中间的阶段就开始说要让它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是一些新的尝试。不然的话，因为涂鸦这个东西是一个舶来品，它不是中国的，它不是中国，它也不是亚洲，它是特别西方的一个东西，而且是西方当代或者现代很年轻的一个东西。你还记得就是说你第一次画的那个涂鸦是在哪里吗？第一次是在高中。你来法国生活这么多年里面，包括工作创作，最早的时候刚来的时候，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的一些事吗？就有没有让你刚来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包括至今都还记忆犹新的？我觉得我来法国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了一个法国的街头艺术的纪录片，叫 Writers 巴黎街头文化20年。那个时候就是还在看 DVD 的年代。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就是格哈菲尔，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称自己是 artist， 就是涂鸦者，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说那个相当于是一个 Bible 一样的存在，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但是又看到说原来这个舶来品很酷，年轻人嘛，对吧？也有虚荣心吧，也有一些虚荣心，都有，也有一些好奇吧，有一种向往。我说有一天我想去巴黎，去看一下，去学习，去做这个事情。反正就是这样机缘巧合。然后后来又认识这个一些就是这个纪录片里面的艺术家啊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就慢慢有一些机会就接触到，然后给到自己更多的这种 courage， 所以就来了呗。然后来到了之后确实也基本上就是像自己想象那样，然后在这些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更多人，看到了不同的那种状态，然后也是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滋养吧，挺好的，我觉得。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那个勇气或者当时最初的那个向往，然后到出来其实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的，至少改变了你的人生走向。那肯定的，那一定的，这个东西就跟杨紫琼的那个电影《天马行空》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你每一次选择就是平行宇宙，就在现实层面，就我只能走这一步了。对，我没有第二条路。但是如果你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你没有选这个，你会怎么样？很难想象啊。你肯定很难想象完全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一定跟你现在不一样，对不对？那肯定的，那就对了。大概率不一样，就一定是这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每次你倒回到那个时刻，比如说我就有这样感觉，还有些时候我倒回到某些时刻去想，如果我当时做另外一种选择，但好像你倒回去想，你会发现当时的你好像也不可能做出第二种选择，就无论如何又会绕回到这条路上来。它是有一点宿命论的感觉，我知道有没有意思。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回头看，当然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这么说，是，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未来在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你其实你是有的选的。
或者是说至少你从以往的经验来说，你知道，就至少你不知道怎么选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你至少知道一个选择，会改变你很多东西，在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岔路。就是你现在的话，作为艺术家，你基本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节奏？你是每天就是像我刚才来的时候，你每天都会创作吗？还是说不一定？基本上吧，基本上每天都会创作。就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基本上就创作会多一点。OK， 因为我觉得艺术家的使命或者任务就应该是要经常创作吧。我身边看到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有的就像我会觉得有使命感一点。那有的人他就真的是很喜欢。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是艺术家，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呀，你就得干它呀，这个其实很天经地义的。你大概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工作室里面？你有没有粗略的计算过这件事情？这个倒没有，但是就是说，你尽可能你的生活肯定是围绕它的，就是你的状态，你即使你今天可能不画画，但是可能你想的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可能你会学习一下，去找一些新的资料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出去跟朋友玩玩，找一些新的体会，去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怎么样？但是你始终会把这些东西变成某种养分，生活还是要足够才行。是对生活的认知，对吧？就是你的生活一定要够垃圾。如果你不会生活，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非常赞同这句话。然后我觉得就可能你生活中你的很多面向你需要很多。那当然我不能否定有一些，比如说他做艺术，他研究艺术史很点对点的，也是很聪明的做法。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生命来说，作为人来说，那我愿意让我的生命中有更多体会嘛。其实对我来说，生命最终就是说你度过这个过程而已，因为很多东西你一定是带不走的，对吧？那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去当对那个 limit，就是你拓展这个边界，让自己能够多做一些更有突破性，或者有时候会让它跟你自己产生更多共鸣的东西。然后同时你希望是作为艺术家，一定是希望这个作品、这个系列，或者是这种跟自己产生连接的东西，跟其他人也能产生更多共鸣。因为艺术做出来一定是给别人看的，就是向外的，对吧？它最终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可以是向内的，对，可以是自我的一种满足也好，交代也好，情绪也好，疗愈也好。但是音乐做出来一定是给人听的，对，作品做出来一定是给人看的。那你给别人看的时候，你希望别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回馈，或者别人希望怎么想，对吧？其实你这个东西你是期待那个回馈的，对吧？作为艺术家来说，对，所以我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可能更浪漫的、更诗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做出来一定是最终它脱离艺术家之后一定向外这件事情哈。我还是蛮认可这件事的，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艺术家一定从来不考虑这个事情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艺术家创作一定是一种满足于自我表达的这样的一件事。那他就饿死了。是，他会饿死的。是的，对。当然也会有幸运儿。但是像梵高这种就死掉了才。如果就是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最终其实是向外的时候，就要跟别人交流，给别人看嘛。那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这一点是会在无形中塑造他的一部分作品的，对吧？可能会有影响的，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有意无意的可能会考虑其他人。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你认为这种不是一种讨好，是吧？我觉得就算是讨好也没有问题。为什么？我喜欢让别人开心，有错吗？对吧？对，我作为一个人，我一生只能活这么几十年。我在我有限的生命之间，我能够让别人开心，不是一种功德吗？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如果这种事情太多或者太极端的话，会让你的作品显得片面嘛、肤浅嘛、流于世俗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找到一些平衡点也没有问题啊。你觉得这个平衡点它难找吗？我觉得也不太难吧。我觉得就是这样说吧，就是说你谦虚一点嘛，你懂我意思？你愿意倾听嘛，多学习嘛，多看看这个所谓大众艺术这些东西，可以其实作为某种参考，
对吧？因为毕竟我觉得说你人想要得到某种认可，那你真的就是靠自己的一股匹夫之勇去赌，这种胜算还是比较小，对不对？那如果要赌的话，不仅是你要有筹码，可能筹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在对的时候打到对的那张牌，不是说今天发牌的人给你发一手最好的牌面，没有一个人很难，你说我们正常人一出生就拿到一个好的牌面，是是是。但是打牌的意义不是拿到同花顺，是在对的时间打出对的那一张，你知道吧？这个是一种智慧。在你创作当中这么多形象里面，有没有哪个形象你觉得是最接近你的自画像的？可能就这几个都是，其实都是哈。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包括那边那个也是，就是我自己喜欢的就是，你像这个系列，它就是，玄奘，其实这个就唐僧的那个原型呗。对，这个只是一个嘛，但是我其实画了一个系列，然后有一些在外面展览啊，有一些已经有藏家拿去。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玄奘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猴吧或者猿是接近你的自画像的？玄奘是因为他对吧？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不说《西游记》的话，玄奘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对，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人，然后从长安，然后想办法一路怎么样到天竺，对，那你想人家是用脚，那当然在过程中因为结识了各种有缘人，然后开始有一些资助啊怎么样，但是这个毕竟也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是，其实你不觉得跟我们今天我们对吧，像我们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一样嘛，对吧？大家都是说难听就背井离乡嘛，对吧？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新的收获，你有新的浪漫，但你同时也有这种漂泊的感觉，对吧？也有这种异乡人的感觉，对生命中的这种就是这种生如柳絮随风飘的感觉，你知道吗？那但是其实也就是在他身上应该有一个极致的体现。那猴子就是说，我为什么画了猴子很多猴子的形象，是因为猴子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是一种人的表现。我画猴子其实是在画人。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我就是看你那些猴子，让我想到了方力钧的那些光头。对，其实它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啊。方力钧他重复他的光头怎么样？他也是在用光头的形象，或者光头做的那些很对吧？就是很嬉皮的那种形象，很泼皮的那种形象，它其实也是一种象征的表达。刚才讲到就是说作品它是对外的，就是在你印象里，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来自外界的评论里头，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不可否认是你有的时候你的创作，你的初衷可能跟别人的回馈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但我觉得呢，我可以接受，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同的反馈，才让你的作品的意义可能变得更丰富丰满。对我来说，我脑子里面总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创造一个新的丝绸之路的感觉，懂我的意思？因为我觉得特浪漫。对，因为在你的作品里头还是能看到非常多非常典型的中国或者说东方元素的，我觉得可以说。那我也在成都我们做涂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怎么样这个东西看起来更像西方的，但是真正到了国外之后，你发现这个东西第一个是舶来品，跟你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个是如果你去创作跟这个东西一样的，或者按他的标准来创作，他们永远不知道你在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你有关系的故事，就不知道你是谁。对，其实他可能看到那个字母啊，那个涂鸦，他觉得很好看，但他不会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对，他不会觉得这个是跟东方的情节有关系的。那对于我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这个是局限吃亏的东西，我自己把自己做窄了，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你在创作里头还是希望外界能够知道你的身份的。我觉得艺术家对于这个身份的反思应该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不只是艺术，而是一种，我想想很多中国人，即使今天是一个厨师，他来到了法国，对，那他也会重新的去审视他自己的那一个饮食的习惯，是，然后怎么样说把我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怎么样做成一个更
国际化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做的是跟传统有关系的东西，但我希望它能够呈现的是一些更广阔的面貌。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你创作里头，你有没有某一个部分是你认为你最想向外界传递的？如果是从这个内核主题上来说，我一定是希望传达一些跟灵性啊、科学和艺术有关系的东西。OK，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在我完全不了解你、不认识你的情况下，我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害怕，但那种害怕不是看到鬼故事或者看到鬼那种害怕，就是觉得它里面好像某一些特质被放的特别大，你知道吧？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癫狂或者说恐怖的那种感觉。你画他们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比较激动的，还是比较沉静的？其实还比较沉静吧。是哈。画画其实挺慢的一个东西。就我不是那种波洛克扔大叭那种，不是，我还是很理性的，因为我喜欢用线条。在做这些线条的时候，其实很慢的。也真的很慢。只是说有的时候有些形象，它可能显得会可能更生猛一点，更有 power 感一点。那有一些形象它可能就显得更peace 一点。那你这样画这么大一幅画，大概会一般要画多长时间啊？这么细致的工作的话，忘记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同时画几张画，有的时候画得快又会画一张，这个还真就画画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快的工作，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就是生活本身。就你天天干这个事情，它该完的时候它就会结束。对吧？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是项目啊工作有关系的，该快一点可以尝试让自己快一点。但是大的层面上就是按部就班吧，因为我觉得还是就对我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惊喜也挺好。但是艺术家需要方法论，他不能只靠灵光一现的那种灵感。你知道吧？对，那种东西太不稳定了。但作为一个比较职业的艺术家，还是要有方法论的。还是需要有一些能够在自己的那种认知里面能够按部就班能做的东西。那灵感呢，或者有的时候的一些小的惊喜，你可以把它当做加分项，但是你不能靠它。怎么讲？可能其实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画画的人。你还不会画画呀？对，其实我一直知道，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天赋的，就是因为为了勤能补拙嘛。所以我就希望在作品呈现上有一些更加的所谓的精准感。那这种精准感就是需要那种计划呀，安排呀。我有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哈，就是你有一个画了旺仔牛奶那个公仔，你为啥要画那个旺仔牛奶公仔？就我自己其实现在除了这些作品之外，我有那些作品，有一些很跳脱的系列，就是我有几个不同的系列。比如说像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跟那个MC 人一起创作。MC 人就是香港的就是 Hip Hop Godfather。对，我觉得你那个公仔啊，在你这种一众作品里头就是非常跳脱，你知道吧？我还画过大大泡泡糖，大大泡泡糖、旺仔牛奶，还有包括以前的跳跳，是因为你跳糖，是因为你小时候很爱吃这些东西吗？对啊，这我全部都是我吃过的东西。OK，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些形象跟我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对吧？就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然后可能其实我也是我之前就是我也有一个计划，就是说用这个风格。这种现在的这种稍微灰一点的，对，再做大大泡泡糖。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懂。就是你看起来它像一个宋代的古画的感觉，对，但是它是一个大大泡泡糖，或者它是一个对吧？是一个旺仔牛奶。所以我是会做这个，而且我会继续用这个色系来做。你后面这种材料它是喷丙烯吗？还是什么？就这个偏向于水墨的这个颜色？喷漆。也是喷漆哈。对，就是涂鸦的材料。OK。就是因为涂鸦这个东西呢，在大众的认知里面是一个很 savage 很 wild 对很 quickly speed 是又野又快很准那种涂鸦的感觉。对。那我用它其实是做出了工笔的感觉。对反向思维，我用它做很细的很慢的东西。那你觉得就是艺术家，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至少是法国社会下定义的艺术家这个职业和其他的一些职业，比如说你在银行上班啊，或者说你在任何其他公司里面打工这种，你觉得这些职业之间跟艺术家这个职业对比最大的不同，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就都一样是吧？都是工种。OK， 它是一个工种。我觉得我不喜欢把艺术家想得过于高尚或者过于特别，或者过于特别是吧？对，就我不喜欢那么自负。其实就像那个方力钧的那个书里面写的，如果都去当艺术家，谁去给你做吃的呀？谁种地呀？是，对吧？这些都是很事实的东西。很多非艺术家人来讲，在他们的眼中，艺术家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对吧？应该也遇到过很多这种，对嘛？对，这个在外人的眼里，其实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以前开始，比如说有梦想，想说自己要当艺术家，但是艺术家靠卖画来生活，我觉得特抽象，特不可思议。你怎么画几幅画卖画你就能生活呢？这种所谓的光环也好，特殊性也好，不是我能决定的。那我们说一个非常通俗的、非常直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在你认识到的艺术家里面，你觉得就是是不是搞艺术都是穷鬼？那一定不是的，我身边有很多成功的艺术家，非常成功的。这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就不管是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还是说从事商业的人来说，还是怎么样，就每个人他可能人生都有自己的起伏，那也有自己的因果。也有自己可以控制和不可控制的东西。对，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努力的去做的话，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可能还是可以多一点。当然，确实没有后悔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我觉得至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很难说完全的顺遂。但是呢，至少你是要有这个心愿，或者是这个信心。第二个是你在这个生活中你足够的努力，你不是只是想的问题，对吧？你要行动，你要知行合一嘛，对吧？你得匹配嘛，你的行动，你生活呈现的面貌，应该要跟你的思想要有一个匹